所及，但愿不伤到诸位。 樱桃，我们苏山店的伙计樱桃小时候学过盘子舞。樱桃，你与之一起跳。遵命。是假冒。好剑法，看着是真刺客。哎呀，好险，他果真是刺客。 你是何人？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在下卢无名。只因为名字起得不好，
至今未能考取功名，只好屈居苏山殿，当一个伙计谋生。你这刺客武艺虽凑合，却赢不了一个伙计，算你不走运。你又是何人？苏山殿另一伙计，在长安谋生不易，怕被人欺负，就学了3招2式，也想过当刺客，奈何武艺太稀松，你连我都打不过，早点改行算了。陈老板，交给你了。班主何在？出来答话。小的在。小的不敢欺瞒，此女子确实不是我们玄火班的人，是我们来的路上正好撞上她要上吊，便就……哎，我家班主心善，见她既会弹琵琶，又会舞剑，就把她收留下来了。哎，是的，是的。带着佩剑上吊，是专门喜欢被勒死？恐怕上吊是守株待兔吧？应是提前得知玄火班要来这阮家酒楼，特意在那儿等你们呢。哦，哎，阮老板，这戏班子是谁请的呀？掌柜呀，姓侯的。姓侯的要害我！拿绳子把他绑起来。等一等。冷吉，愿代他受罚。他不叫奴娇，他叫娇奴。我们在洛阳相识，那时我在神都谪居备考，却屡试不中，以致意气消沉，整天混迹在秦楼楚馆。同为天涯沦落人的我们，互相温暖，相伴，度过了人生中最为艰难的一段时光。后来，娇奴渐成头牌，每日应酬达官贵人。有一次，我去找娇奴，看见他正被一个将军搂抱，我不忿，上前呵斥，结果被痛打。愤怒之下，我迁怒于娇奴，发誓从此不再相见，并诅咒他定会盲了双眼。我好恶毒啊！如今想来，实属不该。他本歌姬，应酬客人，也是为了尽早赎身，与我永不分离。后来，我因常诗汉诗心，一举成名，不再醉心科举，而是回到南州，专事诗歌，与其他3字为伴，放情于山水之间。但我的心中一直对你存有愧疚。今日就让我冷吉替他顶罪吧。对我来说，这是一次机会，弥补过错的机会。奴娇，哦不，娇奴，你不想说说吗？顶罪一事可不是诗人冷吉愿意顶就能顶的。自与冷吉决裂，我心灰意冷。所谓花魁，红3年已是长久，之后便无人问津。我从洛阳到长安，
又红了2年。再后来，我没有去鬼市的幽怨楼，也没有嫁作商人妇，而是去畅游天下，在嵩山遇见一位饥寒的老翁。我给了他胡饼，他便成了传授我武艺的恩师。再后来，我以奴娇为名，成了一名刺客。想起冷极当年对我的诅咒，便以眼盲隐藏身份。但我却从未杀过人。没杀过人？难道你也是骗取定金的刺客？不是，我看也不是。你的武艺没那么差，莫非下不了手？今日你原本是有机会的。我发过誓，只杀奸恶之人。今日见阮大雄待3位师人犹如贵客，可见他绝非大奸大恶之人。哎，恭喜冷兄，贺喜冷兄啊！方才娇奴姑娘所言，是以是否结交诗人而去判定一个人的忠奸善恶，可想而知，他从未忘却过你啊。同感，同感呐！哎，那这么说，是3位诗人救了我的命了。哎呀，阮某多谢，多谢呀！娇奴是否杀过人，他口说无凭，即便真的没有，也难逃惩处。因为我大唐虽不禁刺客，可一旦有行刺之举，多人按预谋杀人问罪，而预谋杀人不管得逞与否，都是大罪，公谢必会重判。不，我早就想好了，若今生能与娇奴重逢，立刻与他拜堂成亲。哎呀，这可是大喜事儿啊！哎，这样婚宴我阮家酒楼包了。要什么婚宴？对，我2人这就对月拜堂。怎么，娇奴，你不愿意嫁给我？你不肯原谅我？难道我还会再失去你吗？也罢，你在行凶现场被抓，即便不出死刑，恐怕也要长流3000里，终是难以生还。不如我冷极，就先行一步，到阴曹地府去等你拜堂。若能死在同一把剑下，来生也好相认。